我意外穿成了古代被卖的可怜虫，恰逢冷面镖师过来挑人，回去照顾他的哑巴妹妹。这位爷，您想买个什么样的？要个能照顾小孩、立得住、不怯场的。有，您这边请。都太瘦弱了，病殃殃的。等等，我能照顾好你妹妹，不是普通照顾，我能护她周全。凭你这身板，身手不只看身板，我练过武，对付3、5个普通汉子不是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没有别的心思。我那个后爹不是善茬，我不在家时，他可能会来找麻烦。只要你确定底线，我就可以解决。你要什么？3年，我照顾加保护你妹妹3年，3年后你还我自由，给我卖身契，期间包吃住，我不拿工钱，但若有额外支出，你得负责。3年后妹妹10岁，确实能有基本自理能力了，这条件对双方都公平。3年时间足够我摸清这个世界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道了。你若做不到呢？卖身契在你手里，你可以随时处置我，但我若做到了，3年后你需信守承诺。这人什么来历？可有后顾之忧？爷放心，杏花村方家的丫头绝无麻烦，您保管省心。就他吧，多少银子？5两，只要5两银子。能走吗？这里到村里要1个时辰。能。这一切都提醒我已经不在原来的世界了。我妹妹叫周清韵，7岁，是个哑巴，但听得见，很聪明。明白了。我过几天要去县里镖局做事，如果去走镖，可能经常不在家。你后爹那边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？他叫王赖子，好赌贪财。我断亲时把他打了一顿，他不敢当面造次，但我不在时可能会耍阴招。他和我娘现在住在村东头的破屋里，田地都被他们卖了，手头紧。你娘呢？他选了王赖子和那个儿子，就是选了与我为敌。小妹，哥哥回来了。青韵，这是哥哥买来照顾你的姐姐，以后她就在咱们家住下。哥哥不是要走，哥哥在县里镖局找了个活计，有时候可能好几天回不来。你一个人在家，哥哥不放心，所以带了这个姐姐来。她不但会照顾你，还会保护你，这样哥哥才能安心去赚钱，知道吗？我叫方悠悠，以后我会给你洗衣做饭，陪你说话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我会保护你。他问你会不会走？我不会走的，我保证。手艺不错，以后可以煮干饭，厨房里有的你尽管用，不够了就跟我说。好，这个男人虽然话不多，但做事周全，不是那种死抠门的人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，可以快点把这副瘦弱的身躯养好。周家村大部分都是姓周的人家，我爷爷跟村长的父亲是兄弟，所以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就去找村长，他看在这份关系的份上会帮我们的忙，但是也不能什么都靠别人。好，我们这儿离小河镇走路不到半个时辰，有什么需要的就去那里买。我都记住了。他说谢谢。不用谢，以后每天晚上我都给你准备热水，好不好？你也早点休息。西厢房我简单收拾过了，被褥虽是旧的，但干净。有件事得说清楚，你照顾我妹妹，我感激，但若你伤害她，或者有什么别的心思，明白？你会杀了我？这女孩的反应一点都不像村里出来的农家女。不用起这么早，天还没亮。醒了就起了。周大哥，这是要进山？前2日在后山那边下了几个套子，去看看有没有逮着什么。什么时候能回？晌午前
若要去远些，则傍晚才回。周大哥，稍等片刻，我给你烙张饼，垫垫肚子再上山。周大哥，饼烙好了，这2张你带上，万一晌午回不来，也能垫垫。谢了。青韵若闹，你不必管，我回来会跟她好好说的。我晓得。等周清怀回来，得问问有没有别的菜种子。这块地虽小，若好好打理，至少能保证日常吃菜不愁。周大哥收获不错。先等等，哥哥手脏，洗洗再帮你。这些怎么处理？鸡晚上炖一只，给青韵补身子。你也该补补。你的身手，你有这种本事，怎么会被你奶奶卖了？还让自己病成那样。去年秋天，我去后山砍柴，遇到个受伤的老猎户，我把他背下山。他说看我心善，伤好后就教了我几招防身的把式。家里奶奶重男轻女，前阵子我染了风寒，病得昏沉，就被他趁机卖了。过去的事，不提了。晚上炖汤，多喝点。这只肥的给村长家，另外2只分成4份，给东头的周三叔公，西边的周大娘，前院的铁柱哥，还有后坡的春姨子。当年我不在，青韵多亏他们照应，你和青韵跟我一起去。五爷爷，今天进山有点收获，这只兔子您尝尝鲜。客气什么？你刚回来，家里正要用钱。这位是，她叫方悠悠，是我买来照顾青韵的。过几日我要去县里镖局谋个差事，青韵年纪小，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。哪儿的人？底细清楚吗？清楚，杏花村的。五爷爷，我今日带她来，一是认认门，往后若有什么事，还请您多照应；二是她刚来咱们村，许多规矩不懂，您在村里德高望重，也让她见见，知道往后该敬着谁。秦淮，你既叫我一声五爷爷，有些话我得说。不知梗体的人放在家里，终究是个隐患。青韵这孩子已经够苦了，再经不起折腾。我明白，所以还得劳烦五爷爷平日里帮我看着些。若他有什么不妥，您只管处置，或是捎信到县里镖局给我。行，你既信得过我，我就替你看着。不过青淮啊，去镖局走镖是刀口舔血的营生，你自己也得多加小心。谢五爷爷关心。李婶，这是刚做好的，给您送点过来。今日带你去认人，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村长周正德，东头周三叔公，西边周大娘和他儿子铁牛，女儿二丫，前院铁仲哥和他媳妇桂花嫂子，后坡春婶子。记性不错，这几家都是心善的，当年对青韵有恩，往后若真有什么事，可以去找他们。但记住，人心隔肚皮，凡事留个心眼。我明白。掌柜的，有些山货，看看可要？倒是新鲜，整只羊？是，昨夜刚得的野山羊。好，我要了，价钱按市价给你。走，我带你们去认认镇上的路。我们去粮行买些米面就回去吧，家里存粮不多了。周大哥，能不能再买些菜种？院子里菜地长得稀拉，若能补上些好种子，仔细侍农，往后家里日常吃菜也能宽裕些。成。秦淮小子，买点什么？丁伯，看看菜种。菜种在那边，自己看吧。就这些。一共17文。
清怀兄弟这是去镇上啦？是，带他们去镇上认认路，以后家里缺个什么，也好知道去哪儿置办。哦，这姑娘是叫悠悠是吧？悠悠啊，下午有空不？后山这会儿蕨菜正嫩，我们几个媳妇姑娘约好了去采些回来，你要不要也一起去？那就麻烦桂花嫂子了，她刚来，对山里不熟，还劳烦嫂子多照应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悠悠看着就是个利索人，说不定眼神比我们还好使呢。那成，吃完午饭我来喊你一道。好，谢谢桂花嫂子。悠悠，收拾好了没？来了。带她一起去吧，见见人，也透透气。不过得看着她些，别乱跑。好。周大哥，你这动作也太快了。顺手的事，你俩收获不少啊。青韵真能干，累不累？咱们今晚就尝尝鲜。嫩菊菜和枸杞头可以焯水凉拌，野酸炒鸡蛋最香。蒲公英弄叶煮个汤也能去火。青韵，你先帮着把不同的菜分开，烂叶子、老根茎挑出来丢掉，好不好？姐姐先去把饭煮上，等下来跟你一起弄。周大哥，这个季节山里很多新鲜野菜，后面我打算每天都进山，多备些晒成干菜，过冬心里也踏实。这姑娘眼里的专注，不只是寻常农家的谨慎，更像刻在骨子里的习惯，对食物格外珍注，对匮乏满是警惕。不过，这对周家不是坏事。我明日一早动身去县城。顺远镖局那边之前就已经说定，这一去，短则10来日，长则月余才能回来。我走之后，家里就剩你和清穗，有件事儿，你得心里有数。王赖子那边，我前几日留意到，他在村里转悠，打听我在做什么。之前我在家，他吃过亏，知道讨不到便宜，所以缩着。但若家里只剩你们2个女人孩子，他必定会来生事，或是想闯进来搜刮，或是想耍无赖占便宜，甚至可能想抢回清韵。他身手如何？有无同伙？不过是个避懒无赖，有把子蛮力，但没正经练过。同伙，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可能被他撺掇，但真敢动手的不多，最多撞个生事。你之前说有身手，能对付3、5个普通汉子，这话可还作数？作数。能护住最好，护不住，莫要硬拼。立刻带着清韵去寻村长，或者去前院铁柱家西头周大娘家求救。村里人看在同宗份上，不会坐视不管。这个你拿着，防身，平时收好，莫让人看见。我明白。这个家还有我妹妹，就暂时交给你了。周大哥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清韵，看好这个家。缺少什么就去镇上买。清韵听话，哥哥去挣钱，给你买新衣裳，买好吃的。在家要听悠悠姐姐的话，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好。周大哥，干粮和水，路上当心。家里就交给你了。这破地方再住下去，人都要发霉长毛了。以前哪受过这种罪？都是那个杀千刀的不孝子，把我们赶出来，自己住着好房子，还买了人伺候小哑巴。你那好儿子昨天不是去县里了吗？这大雨天的，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那院子石头砌的，瓦片也齐上，肯定不漏雨吧？屋里肯定也干燥暖和，还有粮食有肉，说不定那小子临走还给他妹妹留了钱。你是他亲娘，这大雨天没地方去，回自己家住几天，天经地义吧？谁能说出个不字儿？可清怀那脾气，他不在家，家里就一个小哑巴和一个买来的丫头片子。你是当娘的回去住，咱们是去借住躲雨的，等天晴了再说嘛。那丫头既然是买来干活的，多伺候2个人也是伺候，说不定那小子留的钱粮，咱们也能帮着用用。是啊，我是亲娘，回去住怎么了？
那小哑巴和买来的丫头还敢把我赶出来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必须尽快解决麻烦，不然孩子要吓出毛病。死让开！挡什么道？没看您主家老娘回来了，一点眼力劲都没。对呀！你敢踢人！反了天了！居然敢动手打主家！这是我家，我回自己家，你凭什么拦着？周大哥离家前交代了，若是你们来，不必客气。若敢纠缠或惊扰了清韵，我便可以直接动手打残李氏。他回来自有计较。你敢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要去报官！报官可以，私闯民宅意图行凶，我倒要看看关老爷是信你们这两个被逐出门另嫁他人的外人，还是信我这有卖身契在手、奉命看家的丫鬟，以及这屋里真正的主人周清韵。你说这是你家？周大哥在断亲书已立，你也早已改嫁王赖子。这房子的地契姓周，是周清怀和周清韵的周，与你这个嫁出去的刘春花有何相干？滚！再敢来，下次断的就不只是门牙了。没事了，坏人被打跑了，清韵不怕。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！怪我，王赖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当初是谁说让我过好日子？是谁说那小哑巴是累赘？早点弄走省心。今天又是谁拍着胸脯说回去肯定能成？结果呢，被个丫头骗子两脚就踹成这熊样，自己没本事，倒有脸来怪我。我没本事，老子是没防备。谁知道那死丫头下手那么黑？你敢说今天这事儿不是你起的头？我起的头？不是你天天念叨那房子好，那院子干爽？不是你说周清怀走了，机会来了，我好歹是他亲娘，回去住几天怎么了？还不是你跟着把事情搞成这样，连个丫头都收拾不了，废物！你说谁是废物？清韵不怕，都过去了。你看，坏人被打跑了，摸摸看，姐姐是不是好好的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？饿不饿？姐姐给你做点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只有我们两个吃，甜甜的，香香的。看，这是糖，尝尝，是不是很甜？今天姐姐用大米和白糖给你做米香糕，好不好？又软又糯，可好吃了。悠悠妹子，是我桂花，还有我家铁柱。桂花嫂子，铁柱哥，快进来。不进去了，我们刚要听说王赖子和刘春花那两口子过来了。你和清韵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清韵有点吓着了，不过现在好多了。后面给她做了点吃的，哄了哄，这会儿看着没事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没事儿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王赖子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豹，这次吃了亏，短时间应该不敢再来了。不过你们平时还是把门关紧些，有啥事就吱一声。多谢桂花嫂子，铁柱哥。客气啥？那我们回去了。小芬悠悠，你记得关好院门。好。还挺肥，起码3、4斤重。这姑娘是真有本事在身，难怪清怀兄弟敢把家和小清韵托付给她。悠悠妹子，你这身手了不得，真是了不得。以前胡乱跟人学过2下，防身罢了，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。
有你在，青韵这丫头以后可算是有福了。你是没看见，铁柱，那兔子窜出来多快，我都吓一跳。可悠悠妹子就那么唰一下，快的我都没看清，兔子就到她手里了。悠悠妹子是有本事。何止是有本事，我现在越想越觉得，昨天王赖头两口子那狼狈样，肯定不是自己摔的，指定是吃了悠悠妹子的亏。你想啊，王赖子那无赖，要是自己摔一跤，能那么老实滚蛋，肯定是挨了结实的。清淮兄弟走前特意交代过，又留了话，估计也是知道悠悠梅子能镇住巧场，王赖子那是踢到铁板了。可不是嘛，青韵那孩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以前跟着他那狠心的娘和后爹，过的叫什么日子？现在有悠悠这么个厉害又真心待他的姐姐护着，往后日子有盼头了。蘑菇炖兔肉好吃吗？等我们吃完饭，把剩下的鲜菌搬到院子通风向阳处晾晒，然后再进山多采些。晒干的蘑菇能存很久，炖鸡煮汤都好吃，得在进山多采些，多攒点儿。青云，先别进去，在院子里等姐姐。周清淮买的米面，中午剩的兔肉、风干鸡都没了，连半干的野菜和蘑菇也没剩下。窃贼目标明确，男人脚印，尺寸不一，至少3、4个人，其中一个鞋印模糊，不乏虚浮，和昨天王赖子摔在泥里的鞋印对上了。王赖子，昨日的教训不够。不仅贼心不死，还纠结同伙，来了个釜底抽薪。青韵不怕，东西被坏人偷了，但姐姐在，就不会让你饿肚子。后山还有野菜，明天再去采。而且那些被偷走的东西，姐姐一定会去要回来，属于我们的，谁也不能白拿。今晚吃简单点，姐姐用下午新采的菌子煮汤，再贴几个饼子，好不好？菌子汤可鲜了，不比肉汤差。王赖子，昨日的警告太轻了。偷粮如断人生路，青黄不接的时候对有孩子的家庭下手，更是恶毒。你以为周清淮不在，我们没证据，我一个丫头对付不了他们。可惜，你打错了算盘。别叫，敢出声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，王赖子在哪儿？偷的东西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晚上出去了没回来。同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说，我现在就废了你一只手。我说，是槐树村西头胡家两兄弟，还有后山脚的周扒皮，是他们一起干的。东西应该在他们那儿分。王赖子现在是不是和他们在一起？应该是，他说今晚有肉吃。姑娘，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那死鬼。管好你的嘴，今晚没见过我，明白吗？果然在这里。听呼吸，至少3个人。这里位置偏，正好方便行事。大哥，是你，别打我！偷我的粮，吃我的肉，睡得可还安稳？我们错了，姑娘饶命，东西都还在，我们赔。赔？拿什么赔？剩下的东西我原样拿回，但这事儿没完。明天日出前，你们3个自己到周家院子门口跪着，少一个或者敢耍花样，跪，我们跪，明白？记住，
日出前，周八一那边自己去说清楚，再听到闲话，绝不轻饶。看来你们还算识相，想让我暂时不计较，给你们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也可以。看到这墙了吗？太矮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翻进来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你们4个去挑土，找石头，把4面围墙加高到2米，必须结实，土要哈实，石头垒牢。做完后，去砍粗壮老竹削成尖刺，沿着墙条每个半尺埋一根尖刺朝外，要埋得深，固定稳，让人翻墙无从下手。活要干得让我满意，土石我指地方，竹子选3年老竹，我会不时查看，什么时候干完干好，什么时候算完。要是敷衍了事，或者再动歪心思，干，我们干。还有，昨晚的事，还有今天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管好你们的嘴，要是村里传出闲话，我第一个找你们算账。天快亮了，别跪着碍眼，等会儿带工具到后山我指定的地方干活。醒了，今天天气好，姐姐让几个人给咱们修院墙，以后就更安全了。就是这里，土从这里挖，石头从这里捡。要求我早上说过，墙高2米，夯土结实，石缝填满，竹子我另指地方让你们砍。我只给你们2天时间，2天后4面墙全部加高完成，墙头竹刺埋好。做得好，之前的是一笔勾销；做不好，或者偷懒耍滑，不敢不敢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青韵，我们就在旁边看着。可以了。方姑娘，这墙您还满意？以后家里有啥力气活，我们随叫随到。对，我们随叫随到。我也能帮忙。好，有免费劳动力，不用白不用。青韵，今天姐姐带你致上感激，好不好？咱们去买点肉，再买些别的。周清淮去镖局挣钱是条路子，可我不能把指望全搭在别人身上。空间里就那点药品和白糖，我得尽快找到自己能立足、能赚钱的门路，为3年后的自己早做打算。姑娘，买点肉，今早刚宰的猪，肥带厚着呢。要1条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再来1小块板油。好嘞。掌柜的，这附近有卖豆腐的吗？想买块豆腐炖肉。豆腐？那玩意儿咱们镇上可没有。听说县城里偶尔有挑担子卖的，也是稀罕物，贵还容易坏。咱们这儿没人做那个。豆腐口感嫩滑，做法多样，价格还比肉亲民。要是我能做出来，就是一条好生机。可我只知道大概流程，难点在点卤的比例和温度，石磨、绿布、点卤的料子都得寻摸，但这些未必攻不下来，大不了多试几次。青韵，走，姐姐再带你去别处看看。掌柜的，这黄豆怎么卖？粗粮3文1斤，细粮5文。姑娘要多少？先来5斤。掌柜的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镇上或附近哪里有卖石磨的吗？大概什么价？石磨？姑娘要石磨做甚？那玩意儿笨重又占地方，寻常人家很少自家制办，一般几户共用，镇上没专门卖的。你若真想要，去问问镇南边的刘石匠和吴木匠，他们能做，不过得看料子和工钱，没个1-2两银子下不来，还得等。1-2两银子，这对眼下的我可不是小数目，还得等定制。推磨、加里、向下、台阶。青韵，你是说咱们家里有石磨，在地窖里还被用来当台阶了？有了石磨，做豆腐最关键的工具就解决了。青韵真棒，帮了姐姐大忙了。走，咱们再去布庄，姐姐还想买点绿布。这匹上好细棉，织的密实，手感软乎，做里衣或孩子的小衣最合适。就是价钱嘛，多少？每尺15文，整匹40尺，算你580文，便宜20文。
580文，有没有更实惠的？织的密就行，不必这么软和，最好是浅色，容易看清干净与否。这些粗棉织的也密实，耐磨，浆洗方便，每尺8文。那边麻布更便宜，每尺6文，就是硬些糙些。透光性很弱，过滤豆渣足够了。这种粗棉布给我扯5尺，5尺粗棉8文1尺，一共40文。姑娘这是要做啥用？做包袱皮还是做些家用？走，青韵，咱们再去买点别的东西。地窖石墨清理干净就能用，黄豆绿布也有了，现在还差点豆腐用的石膏。掌柜的，打扰了，请问您这儿有石膏卖吗？石膏？姑娘要石膏何用？这是药材，性寒，主治外感摄病，高热烦渴。若内服，需遵医嘱，不可乱用。掌柜的，我不是入药，是想问有没有那种能做吃食的石膏？姑娘可莫要乱来，石膏性寒且重，杂质又多，绝不能入口。老朽行医多年，从未听说石膏能入膳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掌柜的，我可能没说清，我记得有一种白色粉末状的东西，人家叫它石膏，是用来点凝某种食物的。哦，你说的是断石膏吧？那是将生石膏洗净干燥，猛火煅烧至酥松，再研磨成的细粉，其性已变，多外用于溃疡、烫伤，倒没听说能食用。等等，早年似乎听老师傅提过一嘴，极南边有些地方好像有用某处理过的石膏点豆花的，不过我们这儿确实罕闻。对，可能就是这个。掌柜的，您这儿有卖吗？炼石膏不常备，多是现用现炼。姑娘若要，老夫可以帮你把这块生石膏现炼成熟石膏粉，不过加工费时费火，要收20文。这块生石膏本身算你30文。50文，黄豆15文，50文，一下就去了80文，还没算损耗。可这钱不能省，没有您顾忌，豆腐就做不成，那就麻烦掌柜的了。成，你且稍等，我先去办别的事儿，约莫半个时辰回来取。老夫去后头炉房现锻现磨。好，多谢掌柜。这便是断熟的石膏粉了，姑娘切记，即便能做吃食，也需万分谨慎，先少用些试验，莫要一次放太多。我晓得，多谢掌柜提醒。青韵，我们回家吧。铁柱哥，桂花嫂子，悠悠妹子，你咋来了？有啥事儿吗？有件事想麻烦你们，我家地窖里有盘旧石磨，太沉了，我一个人挪不动，想请铁柱哥帮我搭把手抬到院子里，不知这会儿方便不？方便，你等着，我这就跟你去。这东西分量真不含糊。悠悠妹子，你打算用它磨什么？想试试磨点豆子，看能不能做点新鲜吃食。你是想磨豆面吧？这石磨以前就干这个来，好用着呢，就是得好好洗洗，还得拿点桐油润滑一下这轴心。那就麻烦铁柱哥了。顺手的事儿，我这就回去拿桐油和木头。这轴心和榫眼是关键，油润透了，推起来清楚，声音也小。这下好多了，悠悠妹子，你试试。太好了，谢谢铁柱哥。小事儿，那你们忙，我先回了。哟，这石磨可有些年头没见他出来了。王赖子占了这房子，把石磨当自家的，谁来用都要收磨损费，大家嫌膈应，后来都去村长家借了。原来还有这么一段过往，我也是青韵告诉我才知道家里有这玩意儿，想着清理出来以后能用上。那个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家这2天想磨点面，能不能借我用用？保证给你收拾干净。当然可以啊，等我彻底清洗晾干，你随时来用。本就是大家以前共用的东西，没道理藏着。那太好了，妹子你真是爽快人。等你弄好了说一声，我就带粮食过来。好，工具材料都有了，可惜今天时间晚了，一整套做豆腐流程下来得不少时间，只能等明天了。准备工作就绪，第一步，磨浆。第二步，煮浆。来，青韵，尝尝豆浆，小心烫。记得点凝温度，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低，可比例我不知道。不管了，凭感觉来吧。怎么毫无变化？是石膏太少，还是温度不对？点凝成功了，但力度不够，可能石膏不足，也可能搅拌不匀，或温度低了。但这已是凝结的豆制品，不能浪费，或许压制还能挽救一些。豆香是有，可带着一丝涩味，口感软塌塌，缺乏弹性和紧实度。可能是水多了，石膏放少了，搅拌也不够匀。没关系，虽然失败，但摸清了基本流程，下次减少加水，增加石膏，注意搅拌和温度。
成功了！1斤干黄豆能出5到6斤豆腐，切成10厘米方块能出12到14块。黄豆3文1斤，石膏损耗甚微，柴火人工都是自家的。1斤豆子13块算，每块成本还不到0.3文。明天先用2斤豆子试水，切成方块，3文2块，2文1块，在村里卖卖看。先送给桂花嫂子、周大娘、村长这些帮过忙的，既是感谢，也是活广告。青韵，悠悠，在家吗？周大哥回来了。刚回，不过离家7、8日，清俊小脸明显圆润了。方悠悠把妹妹照顾的比我预想的还好。这石磨怎么在这儿？前几日清韵提醒，才知道地窖里有这盘旧石磨，请铁柱哥帮忙搬出来清理了，试着做点豆腐。你会做豆腐？周大哥一路辛苦，先歇歇，我正做午饭，你还没吃吧？我帮你烧火。周大哥这次能在家待几天？3天。这次走得近，临线短标，来回快，想着回来看看。家里没事吧？没事，都解决了。他们偷了家里粮食被我抓住，我说让他们把院墙加高，就不告诉村长，他们答应了。院墙高了更安稳些。这姑娘果然有她的办法。这豆腐是你家以前会的方子？怎么可能？若是会做豆腐，家里何至于这么穷？这是我这几天自己琢磨的，想着总在家闲着不是事，试着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。而且3年后我恢复自由身，总也要有钱过日子。他这话说的坦然，却带着试探。他想知道我的态度，看我是否允许他经营自己的小生意，为将来打算。家里的事你安排好就行，只要清韵照顾妥当，其他的你自己斟酌。他同意了，看来不是那种要把买来的人完全压榨的主人。我明白，吃饭吧。只要我照顾好清韵，他不介意我有别的营生。好吃。豆腐成功了，做生意的想法也得到了默许，开心。你好，卡尼。清韵，你要跟哥哥在家，还是跟姐姐出去一趟？姐姐要去给几位叔伯婶子送点东西，我去给帮忙的几位邻里送点豆腐，算是谢意，顺便让大家尝尝。早去早回。你把清韵照顾得很好，不止吃饱穿暖，你带她做事，教她认东西，让她跟人打交道，她比我在家时开朗多了，人也活泼。谢谢。周大哥客气了，我既应下照顾清瑞，自然尽力。而且你也是个挺好的雇主，给了我挺大的发挥空间和信任。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吗？柴火用的比以前快，以后真做这小生意，耗柴更多。周大哥若有空，能帮忙打些柴回来自然最好。不去也没事，我自己也能打。没问题，等下就去。今天倒不用，我昨下午刚打了2档堆在后头，够用几天。那也等下去砍些备着。行。要磨豆子了。我来吧。那我去准备早饭。吃完饭就能去村里试卖了。我来挑吧。
在周家村走动，我挑着担子，总比你一个姑娘家挑着方便些。这个雇主真不错。青韵，走，跟哥哥姐姐出门。我就估摸着你们该来了，来，给我2块，昨天那块还没吃够呢。刚才隔壁张婆子还问我呢，我说好吃，她一会儿准要买。新做的豆腐，2文钱1块，3文钱2块，炖汤煎炒都好吃，给孩子老人换换口味。消息传的可真快，一共30文，这批用了2斤豆子，不算柴火人工损耗，净赚约24文。虽然不多，可这是头一回试卖，在周家村转一圈，不到1个时辰。还不错，第一次能这样，很好了。周大哥，家里的黄豆用完了，我想明天去镇上再买些回来。你明天上午有事吗？青韵是跟你在家，还是跟我去镇上？我明天打算进山看看陷阱，要不现在就去吧，脚程快些，天黑前能赶回来。行，现在去买，晚上还能提前泡上，明天一早不耽误开工。这么早？早点磨完，早点开始。周大哥要出门了。去看看陷阱。周大哥，我想跟你一起去山里看看。跟我进山？你不是要做豆腐？豆腐可以下午做，昨天村里刚卖过一轮，今天上午正好有空。而且，我想知道周大哥平时都在哪些地方下套子、设陷阱。你得跟紧，仔细看，仔细听。我晓得。那把青韵喊起来，也带着一起。不用，我等下送他去前院铁柱哥家，跟苗苗、和和玩。之前也去过2次，几个孩子相处的还行，给他带点零嘴去就行。行，那我先帮你把豆子磨了，吃了饭再去。周大哥这力气比我快多了。青韵，哥哥姐姐上午要进山一趟，你是想跟我们一起去山里，还是想去前院铁柱哥哥家找苗苗和和和玩？好，那姐姐送你去。拿着，防身探路，也能当拐杖。谢谢周大哥，今天跟着你学到了很多。处理一下，晚上吃。我去把青韵接回来。以后你若想进山，不要独自去太深，就在我们今日走过的那些区域转转。设套也照我教你的，设在熟悉的兽道上，安全第一。我明白。刚才桂花嫂子说，上午胡婶子来敲门买豆腐，说儿媳妇孕吐厉害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就昨天买的豆腐对胃口。这么快就有回头客了？周大哥，麻烦你跑一趟了，豆腐拿4块过去，胡婶子若要2块，你就收3文钱；她若要4块，就收，算她5文吧，算是谢谢她照顾生意。这豆腐脑嫩滑爽口，就说是我们一点心意，给她儿媳妇尝尝。好。还在这儿挺尸呢，有点男人样没有？看着别人家红红火火，你就知道在这儿装死。又发什么疯？谁家红红火火关我屁事？谁家？你眼睛瞎了，耳朵也聋了？我那好儿子
还有那个买来的小丫头，现在又弄出个什么豆腐营生，听说在村里卖的不错，还知道送人情。你怎么就知道动动你那猪脑子想办法？那天被那丫头一脚踹翻，门牙都磕掉了。想什么办法？人家做买卖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怎么不关我们的事儿？那是赚钱的营生，你就不能想想去把他们那做豆腐的法子学过来，咱们自己也会做了，不就能卖钱了吗？有了钱还用住这破地方？学？怎么学？那院子墙那么高，还有竹刺，那丫头片子身手你又不是没见识过，比山里的野猫还利索。我去偷学，被他发现，还不得把我腿打断？你就这点胆子，不敢明着去，不会想办法？老子不去触那霉头，有本事你自己去。你现在做这么多豆腐，若是没卖出去，怎么办？我想好了，以后上午我去镇上卖，镇子人多，买得起，愿意尝鲜的也多。下午我就在家，村里谁若要买，就下午来，或者头一天跟我订好，我第二天一早做好了，先给村里订户送去，再去镇上，这样既不耽误村里，也能多卖些。去镇上，那得起很早。我想过了，头天晚上把豆子磨好，过滤好，豆浆先存着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煮浆点凝，等豆腐压好成型，天也蒙蒙亮了，正好带着清运吃了早饭，收拾妥当就出发。赶到镇上，实习正热闹。那你每天挑着担子去镇上，可有那个力气？先试试看，若是生意好，带得多，就坐个板车；若是不多，我自己挑着也能行。你既想好了，就按你的来。明日我不进山，在家。若有人来买豆腐，我告诉他们改下午或者预定。好，那就麻烦周大哥了。有周大哥在家坐镇，应对村里零散需求，我能更安心的去镇上开拓。姑娘，你这卖的是什么？怎么这么白净？这是豆腐，新鲜吃食，炖汤、煎炒、凉拌都行，嫩滑爽口。您可以尝尝看，不要钱。咦，还真不错，没什么怪味儿，挺香的。怎么卖？2文钱1块，3文钱2块。您看这大小，一块够炒一盘菜了。姑娘，你这豆腐明天还来卖吗？来的，还是差不多这个时辰，就在这儿。那可说好了，给我留2块。我也要。豆腐24文，干菌子10文，一共34文，扣成本约5文，净赚29文。这才第一次在镇上试卖，看来镇上的潜力确实比村里大得多。都卖完了？卖完了，还有几个没买到的，约了明天。周大哥，上午有人来吗？来了2户，有1户买了，另1户订了明早2块。我估摸着你明天肯定还要做豆腐，就把明天要用的豆子磨了，浆滤好了，再出房。谢谢周大哥。等会儿午饭吃五花肉炒蘑菇吧，我买了五花肉回来。好，我已经昨天带回来那只鸡处理好了，还切成了块儿。你看炒着吃还是炖着吃？呀，我把这个忘了，要不中午吃小鸡炖蘑菇吧？也行，你看着办。1个月下来，便有1两5钱银子的上下。对一个没田产，仅靠手艺营生的人家，已是相当可观的稳定尽孝了。悠悠妹子，忙着呢。嫂子来了，是要豆腐吗？嫂子有事直说便是。悠悠妹子，嫂子有个想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这豆腐如今在镇上卖得好，名声都传开了，
可咱们周边十里八村的村子不少，好些人听说镇上有这好吃食，都想尝，要么离正远，要么去了赶不上套，常扑个空。你每天就做这么些，只跑一趟镇上，是不是可惜了这名声和市场？嫂子的意思是，我是想啊，你要是忙不过来，或者不想那么累，这周边村子的买卖能不能让我家铁柱去试试？也不用你便宜太多，你就还按1文钱一块给我们，我们拿去周边村里卖，中间的差价就当铁柱跑腿的辛苦钱，这样你不用增加辛苦，还能多卖些豆腐，我们家也能有点进项贴补家用，你看行不行？桂花嫂这提议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分销合作，能扩大销量增加收入，我还不用自己增加奔波劳累。嫂子，你这个想法挺好，不过咱们先别一下子搞太大。这样吧，先让铁柱哥带1盒豆腐去周边村子转转，一来探探路，看哪些村子好卖，一天能走几个村；二来摸摸底，看看村里人接受度如何。等铁柱哥摸清楚了，心里有数了，你们再告诉我第2天大概要几盒，我就按数量提前给你们备好，价钱就按1文钱1块，你们拿去卖2文1块也好，3文2块也罢，中间的利差就是铁柱哥的辛苦钱。但有一点，豆腐一定要新鲜，当天的当天卖，卖不完低价处理或自己吃，最好别过夜，免得变质坏了名声。成，就这么办。悠悠妹子，你想得真周全。方姑娘，生意兴隆啊！掌柜的，您也来买豆腐吗？今日冒昧打扰，是有桩生意想跟姑娘谈谈。掌柜请讲，请。是这样，胡员外府上明日要宴客，特意点名豆腐食材要姑娘你做的，所以想跟姑娘订1盒豆腐，明日午前送到我们酒楼后厨。胡员外是镇上数1、2数2的富户，上次周大哥卖羊肉时，掌柜就提过要匀些给胡府，肯定是他家采购也来买过我的豆腐，吃出了差别，才特意点名要我的。承蒙胡员外和掌柜的看得起，我明日一早做好了就给您送1盒过去。这是定金，姑娘收好。铁柱哥，桂花嫂子，这么早？不早，你肯定更早。这是给铁柱哥准备的，1盒12块，刚压好，最新鲜。麻烦悠悠妹子了。价钱就按咱们说好的，2文1块。要是卖得好，或遇到什么情况，回来咱们再商量。晓得了。悠悠，这是几个刚煮的鸡蛋和烙的饼子，你们俩早上凑合吃1口，别光顾着忙忘了吃饭。谢谢嫂子。客气啥？那我们先走了，不耽误你忙。青韵，走，咱们该去镇上了。鸡蛋和饼子我们路上吃吧。悠悠妹子，铁柱哥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卖完了，全卖完了。我按你说的去了王家村，就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摆开。起初没什么人，后来有个路过的婶子好奇问了问，尝了1小块，觉得好，买了2块，这一下就引来了不少人。悠悠妹子，你这豆腐在周边村里肯定有市场，我看明天能不能给我2盒，我早点去跑2个村子试试。这方子说到底是种吃食做法，不是绝世秘方。时间久了，总会有人琢磨出来，或从别处传来。与其死死攥在手里，等着别人破解竞争，不如趁它还能带来收益时卖出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做豆腐来卖？自己做？我不会啊，这可是你的手艺。手艺可以学，我可以把这个方子卖给你们。铁柱哥，你们夫妻的为人，这些日子的帮衬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仔细想过了，我一个人每天最多做3、4盒豆腐，又要磨豆子，又要煮姜点凝，还要挑去镇上卖，照顾清运，实在有些分身乏术。这怎么行？
这是你安身立命的营生。铁柱哥，你先听我说完。卖给你们，我是有条件的。妹子，你说。第一，你们学会之后，可以在周边任何村子卖豆腐，甚至去更远的乡镇。但是镇上不行，镇上目前是我的地盘，这是为了避免直接竞争，伤了和气。这个自然，镇上本来就是你打下的地盘，我们肯定不会去抢。第二，我要3两银子作为授意的费用，这钱不多，也就是你们夫妻俩生意顺利的话，2个月卖豆腐的纯利，要是勤快，可能1个月就赚回来了。妹子，你这真是，我得回去跟你桂花嫂子商量商量。应该的。什么事儿要跟我商量啊？什么？你真愿意教我们？这方子可是你的心血。嫂子，我既然说出来，就是认真的。这2个月，你和铁柱哥怎么帮我的，我都记得。这法子的在我手里，也就1天3、4盒的量，分给你们，你们能做的更多，赚的也更多，咱们2家都好。而且，我也不是指着豆腐这一样过活。我最近琢磨着，或许可以试试做些别的吃食，比如糕点什么的，一起拿去镇上卖，豆腐生意分一些出去，我正好腾出手来试试新路子。行，既然你是有计划的转型和扩张，那我们学。妹子，谢谢你，这份情我们夫妻记一辈子。嫂子言重了，那从明天开始，铁柱哥和嫂子有空就过来，我从泡豆子开始，一步一步教你们。工具方面，石磨你们得自己想办法置办或借用，木格子、绿布这些，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哪里做，买什么样的合适。好。悠悠妹子，我们来学习了，这是说好的3两银子，你收好。我正要做今日的豆腐，你们正好从头看一遍。好。豆子要提前1夜泡发，水要没过豆子2指，夏天时间短些，冬天长些。像现在这样胀鼓鼓的就算好了。接着便是磨豆，磨的时候力道要匀，水要一点点加，不能急。哦，豆渣也别扔，掺点粗粮蒸窝头也好吃。过滤后便是煮浆和点凝，这2步最关键。火不能太急，锅里要不停搅动，防止糊底。烧开之后还得再滚一会儿，把豆腥味彻底去掉。这是豆浆，可以直接喝，我们先喝点。等锅里的豆浆稍凉片刻，我教你们用石膏水点凝。点凝要慢，要匀，看到浆水开始凝出絮状就成了。这个豆花就可以直接做早饭吃，清韵很喜欢。压上1、2个时辰，水沥的差不多，豆腐就成了。看着是不难，可这每一步的讲究，若不是亲眼看着你说，我们自己琢磨，怕是要糟蹋不少豆子。悠悠，你刚说这一盆豆子大概3斤。泡发后磨出的浆正好做这样3盒，一盒能切12块，镇上卖3文钱2块，铁柱去远点村子卖2文1块，那一盒最少也能卖18文。法子你们看了，钱我也收了，日后怎么做，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。只是记得我们约好的，镇上不去卖。记得，咱们绝不是那忘恩负义的人。这人盯我这摊子可不止1天了。小娘子，生意不错啊，我看了几天了。你这豆腐卖得快，人也认你的脸。哥呢，
也想做点这小买卖。你放心，我就替你跑跑腿，多少赚点就行。我只在河西几个村子里卖，绝不跟你抢镇上的地盘，怎么样？这位大哥说笑了，豆腐谁都能做，你要卖自己做便是。我的生意不与人和。青韵，我们回了。方姑娘在家吗？方姑娘，我爹让我来问问你，最近是不是觉着有什么不对劲？村里有人留意到，好像有生面孔在你这附近转悠，不是咱村的人，看着眼生。多谢五爷爷和红礼大哥费心，我知道是有人在盯着。你知道，可知是什么人？想做什么？十有八九是镇上瞧见我豆腐生意好，想打方子主意的人。前几天在镇上卖豆腐时，就有个人想让我把河西各村让给他去卖，我没答应。竟有这种事，方姑娘，这事你能应付得来吗？若需要，我爹可以出面找理政，或者请镇上相熟的差役说道说道。好歹这是咱们周家村的地界，不能任由外人来欺生。红礼大哥，替我谢谢五爷爷的好意，但眼下那人只是盯着，并未做出格的事，我能应付。若真到了需要求助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客气，必定第一个去找五爷爷。那好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夜里警警些，有啥动静喊一嗓子，左邻右舍都能听见。我记下了，多谢。这个，请红礼大哥带回去，给五爷爷加个菜。这怎么成？我是来给你提个醒，可不是来要东西的。这几块豆腐，只是谢谢五爷爷一直护着村子，也谢谢你们的关心。方姑娘太客气了，那我就不推了。她一个外来的女子，无亲无故，能在咱村落脚，把清淮那个家撑起来，如今面对外人窥伺，还能稳住阵脚，说话办事滴水不漏，这是个有本事的。以后啊，你们多跟她走动走动，没坏处，也能学着点人家的沉稳和处事。爹说的是，方妹子确实不容易，也有能耐。改天我摘点菜去找她说说话。自家公墩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他可是村长，在周家村说一不二，怎么反倒要我们去跟一个外来的丫头面学？那方悠悠再能耐，不也得靠着村里？哼，靠着我们家照应。别动，老实点儿，敢喊一声嘎了你！听着，把做豆腐的法子一五一十告诉老子。你教隔壁那家怎么做的，就照样教给我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不伤你，也不动那小哑巴。否则……哎呦！青韵不怕，只是个偷东西的贼，被姐姐抓住了。坏人，捆起来，送村长，让村长爷爷打他板子。小丫头没被吓得躲起来，反而迅速理解状况，做出反应。不错，跟着我没白混。好，听青韵的，送她去村长那里。
方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五爷爷，这人今天天不亮，用垫了厚包袱的法子翻过我家有尖刺的魏墙，手里还拿着这个。他持械行凶，逼我交出豆腐方子。我将他制住捆了。青韵被惊醒，也看到了，此人并非本村人，前几日便在附近窥伺，今日更是私闯民宅。我人赃并获，不敢私自处置，特带来请五爷爷定夺。红梨，把他嘴里的布拿出来，听听他说什么。饶命！村长老爷饶命！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没想真的伤他，我就是想要方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！你是谁？哪个村的？为何行此强盗之事？我叫张大山，是河西镇大田村的。我妹夫是镇上仁济堂药铺的掌柜，我就是看豆腐生意好，想学。哼，为了减轻罪责，把自己妹妹都供出来了。哼，你这叫学，这叫入室持械行凶。方姑娘一个女子带着幼妹在家，若非她有些自保之力，今日会是什么后果？你大田村的人手伸得到长，跑到我周家村来撒野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村长老爷开恩，我赔钱，我赔礼道歉，千万别报衙门啊！爹，这种人不能轻饶，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，必须严办，以儆效尤，也让外村人知道咱们周家村不是好欺负的。方姑娘，你是苦主，你的意思呢？五爷爷，他持械潜入，意图胁迫，理当送衙门。不过如何处置，我听五爷爷的安排。只是有一点，今日之事必须有个清楚的了断，不能含糊过去，否则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孤女可欺，日后麻烦不断。这女子不仅胆识过人，思虑也周全。她这是既要惩治恶人，也要借此立威，杜绝后患。你说的在理，送衙门是自然要送的，否则村规何在，王法何在？红梨，你去叫上2个后生，把这人连同器械一起送去镇上衙门，把事情原本禀明李正和拆开，请求一律处置。是，爹。完了，方姑娘，让你和青韵受惊了，你们先回去歇着，这边由我们处理。放心，此事一定会有个公道。多谢五爷爷主持公道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姐姐真厉害，坏人该。青韵真勇敢，还知道拿绳子。不过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你要先躲好，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哥哥在就好了。哥哥会回来的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们也要好好的。经此一事，周家村上下再无人敢小觑我和青韵了。这些鲜煮或晾干都是极好的食材，还有霉豆腐，那咸鲜下饭的滋味，想想便觉得开胃。可惜寻遍镇上市场都没见到辣椒，更别提辣椒面了，只有茱萸或番椒。先3下，再2下，这是周清怀离家前约定的暗号。青韵，哥回来了。方姑娘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这次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算算日子，3个多月了。这趟镖走得远，去走了1个半月，回来又是1个半月。这次走得匆忙，家里留的银钱粮食都不多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恐怕还垫了你自己的银子。这是2两，你收着。1两算是这3个多月的伙食开销。我知道青韵肯定没少吃好的。另1两是给你的辛苦钱，
还有就当是垫付银钱的利钱。周大哥客气了，青玉很乖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这银子我就厚颜收下了。这老板真上道，钱给的痛快，还有奖金和利息。你们兄妹先说着话，我去添个菜。正好今天买了肉，本来想腌起来。周大哥回来的巧，咱们今晚吃顿好的。让你破费了。都住一个屋檐下，不说这些。原来逼我压周石凤部长，桂华看押回来，不一个里角一起多赚，这些人味还是会到村长家。有人来偷东西，被方姑娘抓住了。是镇上药铺掌柜亲戚来找麻烦。是药铺掌柜儿媳的哥哥，叫张大山，翻墙进来逼问方子，被我制住扭送村长，后来送衙门了。事情闹开后，我去买石膏粉时，张掌柜亲自道了歉。在我离开的这段日子里，这个家不仅没有垮掉，反而被守护得很好，甚至更有生机了。辛苦你了，方姑娘，也多谢。都说了，一个屋檐下住着，不必那么客气。洗手准备吃饭吧。周大哥，这次回来能在家里待多久？镖局给了半个月的休整假，之后看安排，可能接短途的，也可能休整久些，再接长途。那哥哥可以吃到悠悠姐姐做的月饼了。姐姐说要做好吃的月饼。月饼？你会做月饼？最近试着做了些别的糕点，搭着豆腐卖，还行。眼看中秋了，就想着自己也试着做点月饼，自家吃，也给相熟的邻里送些，应应景。你总是能琢磨出些新花样，挺好。在云川城看到的，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这是处理食材的？处理食材和防身都行。多谢周大哥。哇！放心，没花多少，这趟镖走得远，也还算顺利。哥哥赚了30多两银子呢，给你和方姑娘买点东西，应当的。我做生意这几个月才存了5两，他来回3个多月就赚30多两，平均每月10来两，这收入在这个世界绝对算高的了。不过，镖师行走在外的风险也大，这钱挣得并不轻松。姐姐，今天青韵能不能不去镇上？青韵不是最喜欢去镇上看看热闹吗？今天我看顾他，你放心去忙吧。这肉酱能多做2罐吗？我下次走镖带着，路上吃。行啊，不过这酱放不了太久，尤其天热的时候。你下次什么时候走？提前2天告诉我，我现做，用罐子装好，
尽量快些吃完。要是能有那种红色的、特别辣的辣椒就好了，用辣椒做的辣酱，配上豆腐做成霉豆腐或者辣豆干，又下饭又能放得更久。可惜咱们这儿好像没有。辣椒长什么样？味道如何？是一种果子，没熟时是绿的，熟了变红，形状有的像羊角，有的像灯笼，味道不是姜或知雨那种酸辣，更刺激，更香。要是晒干磨成粉，就是辣椒面，做菜做酱都特别好。红色的，很辣的果子，我记下了。日后走南闯北，我会留意，若看到就买些回来。那就先谢谢周大哥了。若是找到，我可以付钱。方姑娘，辛苦你了，做这么多菜。过节嘛，就该有个过节的样子。再说月饼卖得好，咱们也庆祝庆祝。慢慢吃，都是你的。你做的这个豆干味道好，比肉还下饭。这肉也烧得好。喜欢就多吃点。来，尝尝。哇，好甜好香呀！果然好吃，这手艺在县城开个点心铺子都使得。也就是过节应景，真开铺子还得琢磨更多花样。忽然觉得，穿越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也挺好的，安稳又充满希望。周大哥，我明天想去县城。想去便去，可要我陪你？不用，周大哥在家陪清运就好。我就是去看看行情，认认路。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。先看粮食。这家规模不小，几十斤上百斤的买都不惜钱，我买多些也不显突色。掌柜的，我想买些粮食。小娘子想买什么？买多少？咱店里米面豆子都是新粮，价钱公道。家里人多，想多备些过冬。黄豆100斤，大米100斤，熟米和糙米各50斤吧。上等精米5文1斤，黄豆3文，熟米糙饭都是3文，大米500元，黄豆300元，熟米糙饭共300元，总计1100元。自己带走还是送货？自己带走，麻烦掌柜的帮我分开装结实些，放门口就行。我牛车停在旁边巷子里，等会儿自己拿。好嘞，伙计们，麻溜装袋。嘿嘿，只有放进空间的东西，我才觉得真正属于自己，才有底气。再换家粮铺买，不能待着一家薅，容易引人怀疑。采购完毕，接下来是石膏了。掌柜的，我想买些石膏，量可能多一些。石膏？小娘子家中有人患了热症，这石膏性寒，需得对症下药，用量最好遵医嘱。多谢掌柜关心，是见了一位长老毛病了。镇上大夫开的方子里需要石膏清热，镇上存货不多。大夫说贵店药材地道，让我来这儿买。他还嘱咐，这石膏得炮制成熟石膏才好入药，不知贵店可能代为处理。原来如此，熟石膏我们这里可以现制，只是需要加点工费。小娘子需要多少？大夫说要多备些，慢慢调理。我想先买200文钱的生石膏，烦请都制成熟石膏。可以，200文的生石膏制成熟石膏会损耗些，工费你给30文便是。多谢掌柜。换一家药铺，再买200文的。
给你带的灵材。去县城顺利吧？没遇到什么状况吧？没有，很顺利。县城就是比镇上大些，东西多些。看了看，心里有点底了。平安回来就好。底气就是这么一点点踏实攒起来的。极度不舍。林林总总加上周大哥之前给的，竟已有20多两了。不过接下来豆腐生意得调整了，天寒地冻，每日往返镇上，我和青韵都受不了。以后改3天去一次，多带点儿，反正天冷放2、3天也不坏。雪太大，北边好些路断了。镖局暂时不接远途的活了，给了将近1个月的假，能在家过年。正好，雪天路滑，在家歇着安全。青韵自从下雪后，老念叨你呢。希望以后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能像这样一直在一起。这不就是我心中家最具体的模样？他来了之后，这个家才有了生机和温暖，青韵也变得健康开朗。可我与他只有3年之约。他虽沉默寡言，却从未以主人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我，反而尊重我的意见，肯定我的付出，将家事坦然交托于我。而且他每次在家，也总是不声不响地承担最累的活，让我能专注于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。公平、尊重、有担当，还会记得给家里的人带礼物。平心而论，周清淮这样的男人，不管在这个时代，还是在原来的世界，都算得上难得。但我历经末世，想要的是星辰大海的独行，而非一方院落里的长相厮守。即使那个院落很温暖，那个同行的人很不错。傻丫头，哥哥姐姐当然会一直照顾你，看着你长大呀。尝尝姐姐炸的丸子，小心烫。辛苦你了，多吃点。周大哥也辛苦，回来这些天就没歇着。在县城看到的，觉得样式简单，你应该不讨厌。很漂亮，谢谢周大哥。我们青韵过年穿新的，长得快。周大哥常在外奔波，我看你之前的包袱有时不方便，就琢磨着做了这个。这包的样式我从未见过，里面空间大，分层多，重的东西贴近后背，走路更省力，布料耐磨，关键地方多缝了几道线。这个好，比单肩挎着省力的多，还解放了双手，非常适合走镖赶路。方姑娘，你心思太巧了，我非常喜欢。
周大哥用着顺手就好。这天儿晴的可真叫人心慌，都快清明了，一滴雨星子都没见着。可不是嘛，我家那口子天天挑水浇麦苗，肩膀都磨红了。河滩水位比往年浅了不少。再不下雨，这地可就真要旱着了。悠悠，今天豆腐又剩了许多，最近几个村子的人买东西都没以前爽快了。桂花嫂，剩的豆腐我教你做成豆干吧，能放的久些，吃法也多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总比放坏了强。最近各村是有什么难处吗？我听着大家手头都不宽裕。可不是嘛，你不是村里土生土长，感觉不深。今年这天太邪性了，从开春到现在，正经的雨就没下过一场，庄稼长不好，收成要差，谁还敢乱花钱？我家铁柱隔天就得去浇地，买豆腐只能挑近处村子，匆匆跑一趟。村里好些人家都这样，男劳力都拴在地下了。听说上游河滩都能看见底了。老辈人说，这绕头怕是不太好。这是旱灾，今年极可能是场波及范围不小的春旱，甚至蔓延成夏旱。在古代，旱灾意味着减产绝收，粮价飞涨，社会动荡，甚至更可怕的后果。空间里的粮食是为长远备的，若真遇大灾荒，远远不够，而且怀璧其罪。必须早做打算，去县城多买粮。无论旱灾成不成真，粮食囤着总不会错。掌柜，今日精米和黄豆什么价？小娘子又来买粮，不瞒你说，涨价了。上等精米7文一斤，黄豆5文，其他粗粮也涨了，最少5文起。怎的涨了这许多？年前不还是5文和3文吗？上游几个县旱得厉害，水路运粮少了，陆路成本也高。咱们这儿虽没见大灾，可看着这天，有门路有余钱的人家都开始悄悄囤粮了。唉，这价钱眼看着还要涨。小娘子，你要买多少？要的多，我尽量给你算实诚点，但价是压不下来了。掌柜所言非虚，这涨势本身就是最明确的警讯。掌柜的，我家中人多，又要修缮房屋，精米我要200斤，黄豆也要200斤，熟米和糙米各150斤。精米1400文，黄豆1000文，熟米、糙米共1500文，总计3900文，还是自提？对，自提，还是分开装结实些。掌柜的，可否吩咐伙计将粮食分批搬到店外僻静角落？我家人分几次来运，免得堵了您的门。好说好说，这样心里才踏实些。姑娘，有事儿托标还是找人？这位大哥，请问周清淮周标是在吗？周大哥，他接了趟去南边的标，走了1个月了，估摸着还得半个月才回来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找他有急事？倒也不是急事，我是周大哥家里买来照顾他妹妹的。家里粮食不多了，这天旱得厉害，粮价也涨了，想提醒他一句，回去时多捎带点粮食。既然不在，
那就算了。好，我记下了。等周大哥回来，我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带100斤粮食回去。是，麻烦大哥了。水，干旱最直接、最致命的，不就是缺水吗？我忙着囤邮各种食物，上山下河，却唯独忘了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水。万一河水断流，井水干涸，没有食物还能挣扎几日，没有水，一切皆休。真是昏了头了！末世生存第一课不就是水吗？我居然现在才反应过来。姑娘，看点什么？腌菜的坛子，储粮的瓮。老板，这种约莫能装4、5担水的水缸走怎么卖？这个呀，结实，釉也上得好，800文一个。我要2个。另外那种能装2、3担水的瓦瓮也给我拿2个。好嘞，大缸2个1600文，小瓮2个每个300文，共600文，总共2200文。姑娘，这缸和瓮可沉，你怎么弄回去？老板，我住周家村，自己弄不了，能不能帮忙送到村口？我额外加100文辛苦线。成，看你爽快，100文就100文，明天赏日后给你送去。明天我在村口等您。水缸储水远远不够，而且太贵，我还需要更灵活、更隐蔽的储水方式。姑娘，我帮你送到家里吧。不用，等下家里人会帮忙来拿。以后日常洗漱尽量用水池的水，水缸里的井水留着喝。乡亲们，今天把大家叫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眼前这要命的天。大家都看见了，地里什么样子，河滩什么样子。我不说虚的，今年这年景十有八九是场大旱。安静，听我说完。光慌没用，得想法子。我今天让红里去县城打探了粮价，上等细粮8文1斤，粗粮6文。啥8文？这么快让不让人活了？就是，这谁吃得起？年前才5文，这粮铺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嚷嚷贵有什么用？你们只盯着价钱，就没想想为啥涨这么猛？为啥偏偏这时候涨？爹让我去看了，县城好几家大粮铺门口都排着队，都是觉得苗头不对，抢着买粮囤粮的。去晚了，排队都买不上。为什么大家都抢着买？
因为都不傻，都知道这天不对劲，秋收怕是指望不上了。你现在嫌贵不买，等真断粮那天，你有钱都没地方买去，到时候就不是几文钱的事儿了，那是要命的事儿。村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，咱们村得赶紧行动起来，趁现在还买得到、运得回，各家凑钱，派一队可靠后生，统一去县城买粮。镇上早没那么多粮，只能去县城，但这事儿不能张扬，买的量也得有个数。统一买，那价钱能便宜点不？怕是不能。粮价一天一个样，能按今天的价卖到就不错了。人多总量大，或许掌柜能给个10成的秤。那买多少？按户头，每户先定50斤，不是不想多买，一是钱，二是运力，几十户加起来1-2千斤，目标太大，路上不安全。50斤省着掺野菜，够一户撑上一阵子。谁家特别困难或想多买的，私下再想办法，明面上就这个数。丑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是提前走漏风声，引来麻烦，别怪村里不客气。同意的，回去准备钱。明天一早村口集合，由红礼带队，挑15个身强力壮、嘴严的后生牵牛车去县城，买了粮立刻回来，不准耽搁。周铁柱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快卸车，按户分，手脚都利索点，走。赚里比得重。河水快见底了，井水越发珍贵。村里已经限制打水，每人每天只准挑1档。水资源会比粮食更先成为纷争的副标。我空间里的储水绝不能泄露半分。这些足够我和青运吃用2-3年，可继父感丝毫未减。也不知道周清怀什么时候回来。老天爷啊，你不要光打雷不下雨啊！你开开眼，下点雨吧！真要逼死我们吗？求求您了，下点雨吧！这天气异常的令人不安。来了，总算来了。水源不愁了，庄稼或许还能救一些。这日子总算缓过来了。这雨怎么还不停？再下去，地都要泡烂了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快把粮食搬到桌上，被褥抱到炕上去。不行了，这水止不住，得找村长。村长，村长，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家里进水了，
快淹到膝盖了，东西都泡了，再待下去，房子怕都不安全。走，去看看。红里红毅，跟我一起去。这不行，这地方不能再住人了。万一雨再大，房子泡塌，要出人命。那我们去哪里呀，村长？只能暂时搬到村里地势高、房子结实的人家避一避。红里红毅，你们觉得谁家合适？但得人家愿意才行。爹，五叔家在村东头坡上，房子新，地方宽敞。三叔公家地势也高，院子大，就是房子老点儿。赶紧去问，态度恭敬点，这是求人帮忙。爹，都答应了。五叔和三叔公让赶紧过去，你们赶紧收拾要紧东西，粮食、被褥、衣服，其他先别管。红里红毅帮把手，赶紧把人转移过去。谢谢村长，谢谢五哥，谢谢三叔公。周震和周青山家只是开始，如果这雨再下去，村里肯定还有不少人家会遭殃。方丫头，你这是？五爷爷，雨一直这么下，我心里不踏实，想上山去看看，站得高些，瞧瞧远处河道、别的村子，还有山体有没有变化。只待在村里，看不到全局。上山？胡闹！这么大的雨，山路滑得很，说不定还有落石塌方，太危险了。你一个姑娘家不能去。五爷爷，我晓得危险，会小心的。我对后山那片熟，不去陡峭的地方，就在缓坡开阔处望一望。家里清运想托您和吴奶娘帮忙照看半天，我保证尽快回来。那你一定要万分小心，看情况不对，立刻回头。清运放这儿，你放心，有我看着。谢谢五爷爷。清运，姐姐去山上看看雨有多大，很快就回来。方姑娘，你这真是去看情况。这大雨天的，清运你放心，我们肯定看好。就是你别是……吴奶奶，您多虑了。周大哥对我有恩，况且我卖身契还在周大哥手里，能跑哪儿去？我是真觉得这雨下的邪圣，不看看远处心里没底。万一有什么不对，早点知道，全村也能早点准备，不是？我也是瞎操心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你千万小心啊！老头子，你说这方姑娘真不会一走了之吧？这天气……别瞎猜，方丫头不是那样的人。你看她来了之后，这家多温馨，对清运多上心。她要真想跑，早几个月清怀不在时就能跑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还把清运特意送来，她是真有主意，也真想为咱村看看路。河道饱和，土壤含水过载，再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必须立刻行动。我记得之前追猎物时，到过一片陡坡，那儿有块巨大的山岩突出崖壁，形成天然内凹浅洞，是遮风避雨的好地方。这里位于山体上部，周围植被稀疏，上方是更陡峭岩壁，大面积滑坡研磨的可能性较低，空间有限，挤一挤最多7、8人。洞口敞开会灌雨，但对我和清运暂时避难足够了。至于村里其他人，我不是救世主，能力有限，首要是确保自己和清运安全。我身上秘密太多，不便与人待在一起。要是暴露空间的存在，那将带来比天灾更可怕的祸患。就这里了，这地点不算隐蔽，但暴雨天，估计没人会深入这里。有了这地方，我和清运至少有了条退路。不能等了，得立刻下山接清运。家里的东西等下回去全收进空间。方丫头，怎么样？山上看到什么了？情况不妙，咱村外的田地都套在水里了，河道也满了，地势更低的镇子都要淹了。咱村眼下还撑得住，可再这么下去……快去问问那些人哪儿来的，怎么回事？爹，问清楚了，是村西头周西的岳家从石林村逃过来的，他们家房子淹到膝盖深了，眼见雨不停，水还涨，怕房子塌，赶紧收拾了点紧要东西，拖家带口来投奔闺女女婿。
石林村都淹到需要弃家逃难的地步了。方丫头，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了什么打算？我看你好像不怎么慌。五爷爷，我一个女子能有什么万全主义？只是觉得这雨真一直不停，咱这村子就算比别处高些，怕也未必绝对安全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继续待在低处风险太大，或许只能往更高的地方去。更高的地方？你是说上山？可山上连个遮挡都没有，老弱有富有怎么上去？上去住哪儿？这不是更要命吗？村长说的是实情，组织全村撤离上山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只是说，山上或许是唯一的方向，至于具体如何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先带青运回去了。青运，雨太大了，家里可能不安全，姐姐带你去个地方。抱歉，我不是神，救不了所有人。末世教我的第一课，就是要先确保自己和在乎的人活下去。